注意一看，面对险些摔跤的老哥，阿瑟连忙加速跟上，可右侧的旺财却是突然冲出来，打乱了阿瑟的节奏。好，老哥居然呼叫队友，阿瑟也果断呼叫了队友。只可惜在老哥灵活的走位面前，这个效果连狗都不如。那老哥能否成功走掉呢？警灯一开，悠哉，赶快去拿纸，追下就开始。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讲巴西老哥最后的自由。现在一位来自巴西圣保罗的阿瑟正在追捕一位骑头盔不戴摩托的老哥，如此走位下得过马路的 NPC 就像是被点了穴一般，也不知道1个月几个钱，走起未来如此玩命。不过也正是在他这样的一番操作之下，今天的主角才终于得以现身。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的老哥正在前方疯狂压弯。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阿瑟，短短几个弯道便已经大幅度缩短差距，在路口更是使出一招另辟蹊径。当距离缩短到10米左右时，阿瑟惊讶地发现老哥车上居然有2个脑袋，难道说他前面还坐了一个小孩？这可是好消息，抓到就是一箭双雕，大头40，小头20。不过老哥的技术也让阿瑟十分惊讶，带个人压弯居然还能如此丝滑，可见老哥和他的这辆摩托早已人车合一。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雅马哈 R3，这款车搭载321cc直列双缸发动机，最大马力只有41，但100公里加速可以达到5.6秒，最高时速更是能达到190公里每小时。如此强悍的性能，怪不得尽管阿瑟的排量更大，在这样的路况之下也根本占不到优势。再加上这老哥狡猾无比，阿瑟刚想全油前进，他就选择了转弯，完美的把握住了节奏，掌握了这场对决的主动权，再利用他精湛的压弯技巧，一时间居然再次扩大了优势。带个小孩还这么猛，阿瑟甚至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明明是好不容易才缩短的距离，随着一顿拉扯，现在反倒是不进反退，越掉越远。阿瑟没想到这老哥居然比想象的更加难缠，看来想要拿下老哥，必须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尽管使出了一招全速怕什么怕，但2人的差距依旧没有任何变化。这老哥仿佛像是开了挂，让阿瑟一时间有些头大。别说是将他拿下，还能看见尾灯就不算差。此时阿瑟路过了一位带小孩的 NPC， 人家小孩都是坐后面，这老哥把小孩放前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对？还是说从一开始阿瑟就理解错了？老哥对于路线的选择明显出现了失误，这一条大直线加上坡让阿瑟成功追了上来。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弯的时刻，阿瑟看清了前方的脑袋，这哪里是什么小孩，而是老哥嘴里叼了一个帽子。怪不得如此灵活，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搞得阿瑟都怀疑是自己太菜。得到了真相，阿瑟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动起手来，既不戴头盔，还想保住帽子不被吹飞，看来是一点都不想吃亏。既然如此，阿瑟也是毫不客气，呼叫一群队友来追。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卯足了劲都没能将阿瑟甩掉。从2人的差距来看，此刻老哥明显有些力不从心。而随着对老哥的跑法了解得越来越深入，阿瑟已经可以将差距控制在20米以内。现在是攻守一行，轮到老哥的节奏被打乱了。再加上已经有多位支援的队友正在赶来的路上，现在该把压力交给老哥了。面对如此大号局势，阿瑟是信心大增，居然还抽空照了一下镜子。好，这下也算是真人出镜了。虽然臭美了一下，但他手上的火可没有停，不断的朝着老哥逼近。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没有想到老哥已然达到了5星巅峰，比起阿瑟居然还要强上不少，看来结局还有点说法。就在阿瑟即将跟上之际，老哥的人字拖发力，后轮随之画出一道完美的轨迹，行云流水般的操作实在飘逸。就在2人战得难舍难分之际，意外突发，阿瑟刚准备加速，就被过马路不看男生的行狗给打乱了节奏。老实说，你是不是老哥喊来支援的队友？万万没想到，阿瑟喊了许久的队友还没赶来，老哥的支援倒是率先抵达。眼看阿瑟已经大幅度落后，就在这关键时刻，不是小狗你干啥？不好意思跑题了。就在这关键时刻，队友差点把自己给放倒了，老哥没拦到，倒是挡了阿瑟的路，连老哥的野生队友都不如我靠着神奇小鹿玩手机更有幸福感。他家的夜猫护颈枕 Pro 一个就顶护颈枕加供血腰靠加趴睡枕加拉伸枕，我花了268拿下，2款配色活力全开，300-400的同类见了都没法戴，难怪推荐完好评一直停不下来。阿瑟下了班只想当个废柴，但肩酸手麻扑面而来。现在换上小鹿，7大科学分区，软硬双区，分区明确，趴着玩撑住下巴，手臂往旁边一搭，刷视频打游戏都稳当，还有135度黄金脚拉伸颈椎，从头到脚都舒服不少。躺着玩眼齐平，双下巴颈纹都远离，靠着玩有支撑，满满安全感送给你。累了身体下滑，枕在记忆棉上秒睡，甭管正躺侧睡，头肩颈都不受罪。整套有棉质和冰丝2款，7A 级
抗拒灭掉，豆豆过敏靠边站，一体发泡工艺排汗快，男生用清爽又凉快。大家快去评论区领券，到手超底价，保价送运险，2年内开店免费换，送人自用都实在。而就在这时，又有2位队友迎面驶来，眼看已经封路，可老哥浑身都是假动作，一招 cross over 成功晃开防守。没有想到这么关键的时刻，居然还能打出如此犀利的操作，连续将3位阿瑟晃过。看来这老哥的技术确实不错。现在队友接过了第1顺位，阿瑟也能趁机休息一会。虽然不如佛罗里达群狼战术那般气势磅礴，但巴西的阿瑟真的是个个能打，多位阿瑟接力的车轮战也足够老哥喝一壶的了。新加入的队友体力正佳，几个漂亮的压弯下来，可老哥是寸步不离。这种距离已经让老哥完全没有了思考的空间，只能有路就走，不断的向前。这样一路耗下去，就算老哥的体力撑得住，他的油箱也不一定顶得住。看来今天胜利女神又要站在阿瑟这边。叫阿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队友接力之后，老哥居然还拉扯了5分钟之久。而一阵拉扯下来，他已经多次跟丢，好在队友不断的用无线电提醒，他才能每一次都找准正确方向。此时转过弯来，终于看见了道路尽头的氛围灯，跑了这么久，也应该做个了断了。眼看方向正确，虽然路窄，但阿瑟的速度确实变得更快。可随着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条不足1米宽的巷子。当我还在想这里能否通过时，阿瑟却是表现得行云流水。就在3位妹子朝着他迎面扑来之时，他满眼却是后方身着蓝衣的老哥。没有想到无路可走的老哥弃车而逃，并且成功摆脱了队友。现在阿瑟接回接力棒，顺着这条巷子一路狂追，感觉走路都困难的宽度，他居然还能骑着一台重型机车。话音未落，前方巷子再次变窄，无奈阿瑟也只能像老哥一样开启跑酷模式。巷子的尽头是街道，这里四通八达，阿瑟更是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在环顾4周无果后，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家餐馆，这都没有放弃，可见阿瑟想要抓到老哥的决心有多强。你是来拉屎的吧？赶快去拿纸，蹲下就开始。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随着阿瑟的搜索毫无结果，至此老哥也顺利完成消息。正所谓坐骑祭天，法力无边，舍弃了摩托的老哥成功换得了自由。面对如此强劲的2位阿瑟，这只怕已经是他最好的结局。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此友情提醒各位，本视频为游戏画面，请千万不要模仿。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最后的自由，我们有缘再会。